据说极客为了开发这套门，花了超过4亿的成本。车离墙54厘米，咱看它能打开吗？摆到一半停了。我觉得它将来在中国汽车设计史上都是能留下一个脚印的一个车。我觉得这车的企划有点问题，所以我没买。为什么呢？咱们今天就借了朋友的这辆车啊，没有充值，没有厂商邀请，咱们可以放飞自我，好好的盘一盘，研究研究这车。从小到大，其实我在各种车展上见过很多概念车，无壁柱、对开门啊、对座啊，各种各样梦幻的都有，但是就没有一个被厂家量产出来。你们说这是为什么呢？我觉得除了成本以外，它必有 bug， 可能会有点什么问题。咱们中国的极客在去年把这车给量产出来了，极客 Mix。首先，我对此代表所有喜欢汽车设计的人向极客表示致敬，真的是不容易。因为作为决策层来讲，让这么一个高成本的、复杂的、跟一般车不一样的车产出来，是要面临巨大的风险和成本的。那么极客把这事干了，这其实就算是中国汽车设计史上值得纪念的一页。当然，刚才说的，既有不一样，它必须就有不一样的问题。咱们今天就借了朋友的这辆车啊，没有充值，没有厂商邀请，咱们可以放飞自我，好好的盘一盘，研究研究这车。那咱们就先从这个很梦幻的车身和车门聊起吧。我们知道啊，这汽车侧面最受力的地儿其实是它这根壁柱。那么这辆车为了制造这种通透的、梦幻的、直接打开的这种空间，把壁柱给去了，这里面就面临巨大的问题。尤其在21世纪的今天，我们碰撞法规这么严格，怎么能保证它还有强度？我查到的资料，他们是在门里面做了2个加强的筋，等于是个移动壁柱的概念。然后同时这一圈的大框子，这个也是加强的，全是高强度钢加强。大家看这儿这么粗，而且 A 柱这块也特别粗。这个加强是把强度保证了，但是有个问题，一会儿坐车里就知道了，这柱子太粗了，尤其前部的，其实对驾驶室也是有一定影响的。而且这么粗的上下的这个梁，对头部的空间也有一定的侵占。同时，为了实现这个梦幻的外摆门，其实这个车门有一套复杂的外摆机构，而且这套外摆机构所侵占的空间也相当大。大家看啊，我现在车离墙54厘米，车离墙54厘米，半米，咱一般车位也就这样了吧？咱看它能打开吗？会摆多少啊？走，摆到一半停了。这个时候我发现它还有距离，然后我们长按一下里边这按钮，它就可以打开，等于是我来担保它能开，然后它就开了啊。也就是说，开这门最少需要50多厘米的距离，而且已经不能顺畅开启，得需要后半程人来确认它开。然后它这车做了右侧2个是全部的外摆门啊，左侧是有一个司机门是正常开启，但是是一个电动门。那么就会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如果我们的侧面有个台阶儿或者有个什么，尤其副驾驶那边，我们靠马路牙子停车，停得稍微近的时候它也不开，所以所有人就得从这边出。所以这就是我们为这套门所付出的代价啊！据说极客为了开发这套门花了超过4亿的成本，所以这也是一个巨大的代价啊！而且这个门我看到它的下沿这儿和包括它的外摆机构都是不能踩的，这个地方是请勿踩踏的。但是作为上车来讲，尤其我儿那种人，他才不会管你这事儿，他一定要踩着这个再上一步。包括这个壁，小孩也很可能都会踩。这也让我对它的耐久性有一个小小的担心啊，它虽然用了很结实，这应该都是钢的配件，铸造的，看着就非常结实的部件，但是这车如果时间长了，这些门时间长了会不会下垂，会不会有问题，或者说不幸被小孩什么的给踩了之后，这个都是我们这辆车要面对的问题啊。而且它这2个门其实咬合形成密封也不容易，这么长的密封面，而且两边都是活动部件，它是靠这儿有一个非常宽的胶条，大家看，非常非常宽的一个胶条。然后这边有一个胶条，靠上边的这2个锁都是锁环，进去之后可以咬死的那种电吸门的锁，等于靠这2个锁咬死所有这些胶条，实现车身侧面的密封。大家听一下啊，一会儿咱们跑起来试试这个密封性到底怎么样。我觉得它可能会比带壁柱的车要稍微差一点，毕竟这么长的密封面，只是靠上下锁钩勾着，靠胶条，但是真挺不容易的。啊，好多朋友说啊，你觉得这车设计这么牛，这么有划时代意义，你怎么没买啊？说实话啊，我觉得这车的企划有点问题，所以我没买。为什么呢？我特别喜欢它这个有魄力的这个对开门设计，
啊，我特别想为它买单。但是这车我觉得他们做短了啊，这么一个 MPV 型的面包车，它只做了4688的长度，而且它的后排座椅是不能很躺的。我觉得我如果买一个这种车，我要求第2排座椅一定要有一个平躺座，让我特别舒服，在里边睡一觉那种车，它实现不了。而且还有一个问题，就即使作为我家带娃用家用车，它的长度也是不够的。大家看一眼它的后备箱。就它后备箱其实只有这么一点儿啊，数据上显示是有500多升啊，但实际上500多升我觉得都是高度的，这后备箱太短了。像现在我儿平时的折叠自行车呀、冰车啊什么都放不进去，所以这个车我就不明白它为什么要做这么短。它可能它的企划觉得是这是一个城市用的、便利的啊，带娃妈妈开的小车，所以做短点可能觉得便利一点。但是懂车的朋友都知道，其实汽车的长度对你驾驶和停车的影响并没有那么大，宽度才影响啊。这个车有1995的宽度，接近2米，而且很高很宽。其实它的驾驶便利性已经就基本上不是特别好了，得需要适应了。所以这时候你短一点、长一点没有区别啊。就是我觉得如果我企划这辆车的话，我会把它做到4.9米长，就比现在长出来30厘米左右，后备箱就够用了。然后我的后排也可以更躺。就整个全玩开了，啊，前面转座椅的时候也不需要那么来回那么精确的挤着，就一下就舒服了这车。那么我就会成为这车的用户，哪怕它比现在贵一点也没关系，啊，其实他们现在在这点车身长度的情况下已经做了非常多的努力。比如我们看后排座椅是可以前后调节，靠背都可以调节的，而且它为了弥补后排座椅如果比较靠前，这有一个缝儿的问题，它还做了一隔板。啊，这真是花了很多心思，在这一点点车长的情况下制造空间灵活性。但是我还是觉得你干嘛不把它做长点儿，是不是？我现在把车座椅转回来，咱们挪挪车，给大家说外观设计啊。看现在转这座椅就有点问题，这屏被挡住了。哎呀，重置在这儿了，呵，然后重置，走，开始了。这我觉得就是有点问题，我得钻到里面去找那个被挡住的屏幕，是吧？再开始重置。它需要非常精确的运转这个座椅啊，倒台到这边来。还给大家补充一点，它现在转的时候，副驾后座是在最后面，如果你后备箱里东西多也不行，有那块隔板也不行，所以这个还是极客需要优化一下它的控制程序。但这很简单啊，把程序优化一下就好了。我觉得整体还是非常帅的，是吧？咱们聊聊它的外观设计风格啊，这车的整个设计风格是极客最新的那套非常丰满、非常圆润的设计风格。我觉得在这个车上还非常搭的啊！我第一次见到这风格是极客的那个007，第二个是极客7叉啊，那两个车说实话比较扁啊，装这套前脸没有这个舒服，这圆圆的特别和谐，而且整个这套风格其实很德国，就是很简洁、很圆润，是不是有点像它这感觉啊？所以说，我觉得这车有一玩法，你可以买一个，把它贴成暗红色的，然后侧面贴一个 Porsche Service， 就是模仿当年保时捷的那个大众 T1那小服务车，范儿肯定特别正。这车的前脸跟那两辆车一样啊，下部是它的实际的灯光啊，中间有一个灯带，上部是一灯语。但是咱们这辆27万多这配置的没有，只有那个29万多的顶配才有。我觉得他们这事儿干的就不太好，为什么呢？这车一共就俩配置，而且明显买100度电池人其实是少数，那也就是说大部分极客 Mix 都没有灯语，那你开发它干嘛呀？你何必呢？你这车如果说有5个配置，最低配的没有，对吧？大部分都有的还合理一点。这个我建议后面给加上啊，这个企划的不太好，整体设计还是非常不错的，丰满圆润和谐。啊，驾驶室极度前倾 ，A 柱基本上打到车头顶上了。其实我之前一直觉得，很多年前啊，小的时候，我一直觉得汽车为什么要有那么长一鼻子呢？为什么不能是这样子弹头型的，多帅啊！风阻还低，是吧？当然，它也会有它的问题，一会儿咱们开起来就知道了。啊，整体风格非常的简洁，从前面一个大拱形一直干到 C 柱。说实话，视觉上我也觉得这车很厚吧，到后边突然就结束了，有点短。啊，如果它再能长个20-30厘米，这个线条能这么下来，有一块相对大的这个后窗，会更好看。我不知道后面他们会不会有加长版的这车啊？如果有加长版的就好了。所以后面非常的急就结束了。这车只有4688的长度，轴距超过3米，就让它的前后悬非常短，轮子在车身的4个角上，这样尽可能的给车舱更大的空间。这也是电动车时代带来的设计解放。
就是燃油车时代，我们要考虑发动机、变速箱各种各样的位置，你是没法这么随便的去布置一个车的。但电动车时代是可以的。后尾的设计也是非常简单，整个后尾灯组件和后尾翼还有后窗玻璃全部是黑色融为一体，然后下部做了一个黑色的大扩散器式的东西，这样把带色的面积减薄啊，中间一道棱线，很舒服、很简洁、很成熟的线条。整体车的设计水准还是非常高的。我觉得极客这个公司从新的设计风格以来，我都非常喜欢，很原创，而且设计水准非常好。咱们来聊聊这车的内饰吧。来，关门，走。总体来讲，内饰风格还是不错的。极客最近1-2年的内饰风格是一种现代的华丽感。就之前我们觉得华丽的内饰都是老捷豹那样的，桃木啊、真皮啊都是传统的。那么现代车一般都会显得特别素，比如我那乐道车呀、什么蔚来系列那些特素，缺乏装饰。这个车就很华丽。比如说大家看这个门上这氛围灯，它做了一个玫瑰金的这么一个金属条，里边有这种鱼鳞状的凹陷，然后把灯反射到这个金属上给你看。哎呀，这个做的就很漂亮，这个我觉得挺厉害的啊！极客非常会做内饰，现在，而且配色上来讲，座椅是米白色的，不是纯白，它是发黄那种白。然后大顶和这个门下部用的是灰色、浅灰色的一种翻毛皮，但它这个不是阿坎塔拉啊，它是应该是其他的材料，毛很长，但是有个问题就是你一摸就会有个印儿，就会有很奇怪的纹路。阿卡那种毛很短的就不会有这个问题。然后同时它用了深蓝色，这是极客一直喜欢用的。同时它的很多装饰件都用了这种玫瑰金色的电镀，这个很漂亮啊，很年轻化，同时很华丽。然后车门板上用了大量这种斜纹的翻毛的材质，就它会利用纹路制造出来的光影的不一样的效果来装饰车。这个玩法呢，其实在比较古早的意大利车上会有。我们见到那种意大利豪华跑车的车门有一棱一棱的皮，它是靠这种纹路反光不一样、明暗度不一样来制造氛围感。包括它的整个中控台，它做了一个分层设计，那个中置音响是一个单独的一个区域。然后中间这个部分是一层次，下面是一层次。从副驾驶看，这个分层区域都特像那老普锐维亚。我特喜欢这种 MPV 有分层的这个仪表台，有一小桌似的，这个区域就特好。老的普锐维亚，包括90年代那个福特稳达都有这个。包括这个座椅，看它中间做了一个蓝色的装饰条，两头有玫瑰金色的金属的这个装饰，还是品味非常好的。然后这辆车呢，因为它追求极致的空间的灵活性。它的岛台可以前后跑，座椅可以来回转，所以它没有做传统我们车的那个中控台，没有，就这块啊，它做了一个大通铺的，就追求空间的极致灵活嘛。这个感觉挺特别的哈，通的可以来回跑。老式的那个美国车都是这样的，但是这也会有一个小问题，什么小问题呢？如果副驾驶有水瓶子有什么东西的，它会跑到主驾这边来，甚至会滚到刹车底下去，它没有办法区分。传统有中控台的车，主驾底下是一个单独的区域，只要驾驶员不放乱七八糟东西就不会出问题。但是这现在副驾驶东西会串过来，啊，这个是个问题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目前前排没有杯架，我们只能把杯子放在这个驾驶门的这个篓里面。它有2个外接的口啊，可以在这儿应该是可以外接杯架，所以现在是有这么个小问题。这个中央的岛台呢，现在是个储物空间，然后它可以换成冰箱，但是换成冰箱之后就完全不能储物了。所以你得有个取舍，然后因为这个车的纵向高度足够，还有1.75米那么高，所以头部空间没有那么局促。它的天窗是带遮阳帘的，这个是非常好的，尤其拉小孩啊，可以把遮阳帘遮上一部分，让小孩不爱晒，这个挺好。同时呢，这个车它的中控屏也有点意思，它是可以转的啊，这种转的设计。很多朋友觉得这车前边的玻璃这么斜这么大，会不会特别晒呢？我还研究了这个问题，我觉得它还真不会。为什么呢？它的整个人机工程设计脚坑非常浅，整个前排成员其实坐得非常靠后。大家看我的头离前玻璃前沿有这么远，所以说迎面的阳光大概只能晒到这儿，它是晒不到我的。啊，这车的座椅调节有点奇怪，就是它不像咱们那车动一点它就会动一点，是你往前推一下按钮，它等一会儿人才会动。而且是一格一格的动，你看，这很奇怪，就是你想调到自己想要的位置，还算好了几格，然后得等一会儿。咱们下面看看这车的后排啊，这车前后排切换方便，前面是我正常驾驶位置，后排空间超大无比，
因为它是主打家庭使用嘛，基本上把所有空间都给了前后排。我坐到车最后面了，脑袋已经到了小窗这儿了。后排的功能也是很丰富的，这儿有6个按钮来控制后排，它是可以电动前后调节的，调节幅度还不小。然后带电动腿托，我看腿托能有多高？哇，腿托也挺高的。它如果能调平的话，基本上小孩能在上面睡觉啊，最高到这么高。然后后排的靠背角度也是可调的，最躺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。这个姿势，我觉得好像还没有那么足够舒服。我要是想拥有这么一辆车的话，我就希望它后排基本能平躺，但是这个后排角度如果再大就更好了啊。而总体来讲，后排的配置给的是够的，而且空间也是够的，这是没得可说的啊。咱看它中央扶手里有什么功能啊？哦，这还挺丰富的哎，看有开关8档按摩、通风、加热，都是在这儿控制的，同时还有杯架啊。这个中央扶手的功能还是很丰富的，还是很到位的啊。总体来讲，我觉得这车的乘坐舒适性还是可以的，无论日常家里使用还是自己使用，它还有那么多种模式。我们想把前排倒过来，把脚放这睡个觉啊，怎么着都可以。还是一个挺划时代意义的一个内饰啊，无比的灵活。我现在把后门关上啊，它是靠一个按钮来开关的。咱看看这后门衬的设计，非常的漂亮，非常的华丽。我觉得这个简直可以作为一个优秀的汽车设计案例。刚才提到的这个藏在玫瑰金条里的氛围灯，它中间还做了这么一个氛围灯，玻璃的啊，带一棱一棱的。这个东西是可以拆下来的，拆下来之后，它是可以做一个单独的灯来使用，而且它底下带磁吸，可以吸在金属车身上，很巧妙的设计啊。我们把它装回去。升降玻璃的按钮做的也很优雅，这是开关门的按键啊，前面还有一个开关门的按键啊，这2个按键一个是关着的时候开用的，一个是开的时候关用的，考虑的非常周到，非常的漂亮这个门板。而车的整个设计品味是没得说的。咱们来开一圈这个极客 MIX 体验一下啊。走，经典的怀档，方向非常轻，还稍微略有点韧劲儿，属于电车里调的很舒服的，它回正力很好啊。这车开着，首先你要适应一下它的坐的位置，脚坑很浅，我基本上坐在整个的前挡玻璃的很靠后的位置啊。然后它因为没有鼻子嘛，它的鼻子其实在车里边，它不是没有，是在车里边啊。我的前挡玻璃的前沿几乎是鼻子沿儿的，一般咱们车 A 柱就在这儿，它其实分俩啊。然后这个其实很粗，为了安全嘛，它有30多厘米，我刚量了可能32厘米左右，所以右侧的右前部的视野有一定影响，左侧反倒不影响，因为驾驶员看到的是纵面啊。然后前面的 A 柱也比较粗壮，但是总体来讲还好，就是很容易适应。这些东西虽然看起来似乎挡视线，但是不影响，还是挺好开的。后视镜视野也很宽敞，油门的渐进性也还可以，但是我就稍微有点不适应，它的脚坑很短，我喜欢脚坑深的车，就是宝马那种腿能很舒展，这个腿有点蜷着，对于我来讲，就坐得直直的往下踩的那种感觉啊，还是很好开的。这车动力方面只有一种配置，就是后驱单电机的，是422马力，440牛米，0到100 6.8啊，足够了。我觉得真的电车做那么快没用，就是5秒多6秒多是最好的，又不肉又够用啊，又不会很难受，也不会很费电。然后实际跑在这个路上，我感觉来自侧面的胎噪、路噪和风噪略大，可能是跟它前面2个门那种长条的这么长的一个连接有关系。就车的 NVH 可能没有普通带 B 柱的车那么好，但是差别不大，一般人感觉不出来啊，只有我这种天天开各种车强对比的人才能感觉出来，所以这个倒不太影响。装的米其林的胎啊，静音程度、柔软程度都还可以。这车悬架是没有空悬的啊，但是调教的很好，很稳，不软不忽悠啊，而且细碎的震动进来的也不多，也不颠。2.7的胎压，这悬架调教的挺有功力的。这个不得不承认，极客在悬架调教方面一直还是不错，他们的车都很好开。从001开始，那个空悬的质感就超好啊，这个没有空悬也还可以。而这车其实相当重，这车2.7吨重。但是无论加速还是刹车还是颠起来都不觉得有那么的笨重啊，这一点整个悬架调教还是功不可没的，可以。而且车转弯半径很小啊，它的前轮有50多度的转向角，看我从最内道基本上转过来还是最内道，
它的转弯半径很小，不到5米啊，4米多的转弯半径，这个还是在城市里用还是很好的。然后我还想说的一点就是这车从前面看特显宽，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整个的车鼻子都在车内，所以你能看到整整1995，整整2米宽都在车内。咱一般的车前挡玻璃在这儿，然后那个宽度在车外你就不显了，在车内就显得特宽。其实它实际宽度也就那么回事儿啊，跟理想 L7、X5什么都差不多。但是现在开着觉得特宽，有些朋友把它开进狭窄地儿，可能就会没有安全感，但其实是没事儿的啊。总体来讲，车开起来还是不错的，而且人机工程方面，这个岛台正好可以枕着胳膊，跑长途啊什么的也都还可以。这就是今天带大家体验的极氪 MIX 啊，其实这已经不是新车了。但是我觉得这是我的节目必须要出现的一辆车，因为我们的节目这么多年来啊，无论拍新车老车，其实都是关注汽车设计的。那么它的汽车设计上是有开创性的，它是值得去记录的。我觉得它将来在中国汽车设计史上都是能留下一个脚印的一个车。这一点归功于极氪的设计团队，更归功于能够批准这辆车量产的领导。因为大量的这样的概念车特别多，但真正能量产的几乎没有。大家在节目里也看到了，其实一种全新的车身形式就会面临全新的问题。这车会有各种各样的 bug 啊，所以说其实挺难的。这是一条充满荆棘的路，没人走过的路。这极氪想去参考别人家怎么做，你发现根本没有这样的车。所以说他们能把这车做成这样，我觉得已经非常不错了啊，非常值得肯定。我相信将来肯定会有一群车迷去收藏、去玩这个车，就是因为它的无壁柱，因为它的外摆车门，因为它座椅可以来回转，这跟其他车都不一样，是不是？说回产品本身啊，毕竟它是一个要在市场上卖的车，这个不是说咱们欣赏一下就收起来的概念车。这个车的价格27.999万到29.999万，不便宜，是吧？我参考了一下，大小差不多，单电机啊，大概70-80度电池，6秒多加速的其他的电动车，大概价格都在20万左右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为了这个，花了大概7万块钱左右。所以说，就这点有意思的东西，7万块钱，您愿不愿意买单，决定您是不是这车的车主。当然，我在这儿呢，想对极氪说几句话啊。我觉得车做的还是挺好的。作为我来讲，我愿意为这7万块钱买单。但是我为什么没买单呢？就是我觉得这个车的企划上、形式上，可能还不能完全满足我的需求。它4.6米几的车长，其实把用户群体大大的缩小了不少，就是那种单娃的啊，然后东西又不是特别多的啊这种家庭啊，就像我们这车主张耀贤，他就是这车的标准的目标用户。如果这车能有一个长的版本，接近5米的，4.9米左右的，后备箱能更大，后排能有一航空座椅，能近乎于平躺的，那我就是他的目标用户。所以我建议，如果有可能的话，极氪能不能给他出一更长的版本啊？这个后排功能更多的，能平躺的，那也许客户群体会加大很多，很多这种商务车的群体的人就进来了。它的风格上也可以有更商务的款式，是不是？毕竟开发一个车不容易啊，这一门就4亿，是不是？咱们基于这套东西，其实可以开发更多的、更丰富的车。同时其他厂家如果想玩这个的话，我建议有没有可能去试试滑门的方案？因为滑门比这个的门的优势就是它可能没有那么炫酷啊，不会外摆啪这么关这么开，它是滑的，跟 Mega 那似的。但是它的优势是它窄啊，门会比这个薄，然后贴车身更近，而且滑门应该是比这玩意儿便宜。这套机构挺复杂挺贵啊，所以如果用滑门的方案可能会更便宜，占用的空间更小，因为这车两边需要50厘米才能把车门打开，很多的车位现在都满足不了。总体来讲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车，是一个必拍的车。在这儿也感谢极氪把它造出来啊，感谢小贤把车借给我，让我能一个完全自由的言论的情况下来拍这个车啊！感谢大家收看这一集的白话一微，后面我们会给大家带来更多有意思的新车。我再试一下。哎，怎么你弄就开呀？不得我开。然后有一个事儿我特想干，就我想知道这个仪表台到底有多长，我离前挡玻璃到底有多远？我的天哪，1.1米，有1米多远啊！我记得 Top Gear 的这帮人曾经说过，第2代甲壳虫的前仪表台上能踢足球，那我觉得这前仪表台就是整个一个田径场。